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来自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一种古老的植物——玛卡。它不只是一般人说的超级食物而已哦，它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一部活生生的传奇，里面不只有古老民族的智慧，还有很多现代科学才能解开的奥秘。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在秘鲁安第斯山脉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地方，那里空气很稀薄，日夜温差超级大，风又刮个不停。在这种连树都很难长出来的土地上，玛卡却能活得好好的，根扎得非常深。光是这种生命力，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所以说，它真的不只是一种农作物，更像是这片土地赐给我们的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古时候的书上都有写，听说那些很会打仗的印加战士，他们上战场之前都会吃玛卡来增加力气跟耐力。这个传说流传了好几百年，就让我们很好奇了，这到底只是个神话传说，还是说它背后真的有什么科学可以证明的道理？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从传说一路走到科学实验室里去看看。它的历史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超精彩的故事。你想想，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当地人在高山上赖以为生的主要能量来源了。到了印加帝国时期，哇，它的地位就升级了，变成一种战略物资，专门给最精锐的战士用。但最有趣的是，在西班牙人来了之后，他们发现从欧洲带来的马牛啊，都没办法适应高原气候，生不出小宝宝。就当地人就建议他们喂玛卡看看，没想到繁殖力竟然大幅提升。就因为这样，玛卡从食物变成了有经济价值又有战略意义的贡品。不过啊，玛卡并不是说全部都长一样哦。就像同一种水果可能会有不同颜色，玛卡也会因为外皮颜色不同而有不同的功效侧重。你看，黄玛卡最常见，大概占了60%，就很适合当做日常补充能量、维持活力的基础。再来是红玛卡，研究发现它里面独特的植物素对于熟龄男性的摄护腺保养，还有女性的骨质密度，好像都蛮有帮助的。最后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就是这个黑玛卡啦，产量大概只有1%多，被看作是玛卡里的极品。它的活性成分浓度最高，特别是在增强耐力、改善记忆力，还有提升男性生育力这些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好，那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玛卡这么厉害？科学家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答案，就是这2种全世界只有玛卡才有的独特分子——玛卡酰胺跟玛卡酰。这可以说是玛卡的身份证，你在地球上任何其他植物里都找不到。目前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指向，它们就是启动玛卡各种神奇功效的关键钥匙。但是玛卡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只靠单一成分在打天下，它的价值是来自一个很完整的营养支援系统。比方说，它有硫代葡萄糖苷，这在花椰菜、高丽菜里面也有，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然后它还有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跟维生素，给身体最全面的基本营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比喻，玛卡酰胺跟玛卡酰是发动引擎的钥匙，而这些完整的营养素就是让引擎能顺畅运转的高品质汽油。好，那讲到这里，一个最大的误会，也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来了。既然玛卡可以影响我们的活力啊、性欲啊，那它里面是不是含有荷尔蒙？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答案会决定我们对玛卡作用方式的根本理解。答案呢非常明确，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迷思。所有的科学分析都证实，玛卡本身，不管你是黄的、红的还是黑的，通通都不含有任何外来的植物荷尔蒙，不管是雌激素还是雄激素都没有。它的作用方式远比我们想象中那种直接补充荷尔蒙要来得更聪明、更精巧。要了解玛卡到底怎么运作，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名词，叫做适应原。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一类很特别的植物，它们就像一个身体里聪明的调节器。它不像咖啡因，只会单方面的让你兴奋，也不像安眠药，单方面的让你睡着。它的作用是双向调节，意思是当你身体失衡的时候，它会帮你把它调回来，重新找回那个平衡点。所以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玛卡进到我们身体后，它不是乱枪打鸟，它会去影响我们身体压力反应的总指挥部。
也就是所谓的 HPA 轴，听起来很复杂，但简单说就是管理内分泌的大脑中枢。它不直接制造或补充荷尔蒙，而是提供你身体需要的原料跟讯号，让分泌太多的荷尔蒙可以缓和下来，分泌不够的可以多一点。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把内分泌系统的工作效率调到最佳状态。好，理论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证据呢？我们不能光说不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很扎实的临床研究数据，先从男性的部分开始看起。好，大家看这张图表，这是一个针对有轻度勃起功能障碍的男性做的研究。你看这个纵轴是国际上公认的勃起功能指数问卷分数。我们可以看到，跟最左边的基准线比起来，持续服用玛卡的这一组，在自我评估的满意度上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就证明了它确实能改善主观的性功能体验。那除了功能性的改善，很多研究也都一致发现，玛卡可以提升男性的性欲，而且在更深层的生育健康方面，它的价值也很明显。数据显示，它可以有效地增加精子的总数和浓度，特别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黑玛卡，在提升精子活动力这个关键指标上表现又特别突出。那当然了，玛卡既然是个平衡调节器，它就不是男性的专利，它对于女性的生理周期，特别是在荷尔蒙变化最剧烈的更年期阶段，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临床研究就证实了，规律的吃玛卡，尤其是红玛卡，可以很明显的降低更年期妇女热潮红，还有半夜盗汗的频率跟严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对情绪稳定也很有帮助哦，在改善焦虑、忧郁的分数，还有提升整体的心理幸福感这些方面，都看到了很正面的数据。当然，玛卡的好处不只是在两性健康，它的核心功能对抗压力跟疲劳，让它也变成运动员还有我们这种高压工作者的好朋友。你想啊，激烈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生理压力嘛，而玛卡正好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去适应这种压力，提升耐力表现，还能缩短恢复时间。这就完全呼应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印加善士为什么要用它了，对吧？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些效果，到底该吃多少才够？综合大部分研究用的剂量来看，每天摄取1500到3000毫克的玛卡萃取物是一个被证实有效的范围。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从比较低的剂量开始，然后再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来做调整。还有一个关键，这个很重要哦，大家在挑的时候要注意，就是选择正确的加工形式。你看，原生的玛卡粉里面有很多很难消化的淀粉，有些人吃了可能会肠胃不舒服。而糊化这个制成是透过温和的技术把这些淀粉去掉，这样一来，不止大大提高了身体对那些关键活性物质的吸收率，也对肠胃更温和。所以结论就是，糊化玛卡是效果更好，也更容易吸收的选择。虽然玛卡整体来说非常安全，但因为它会调节生理机能，有几种情况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玛卡含有微量可能会影响碘吸收的物质，所以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最好先问过医生。再来，因为它会影响内分泌，所以怀孕或正在哺乳的妈妈，还有那些有荷尔蒙敏感性疾病，像是某些乳癌或子宫肌瘤的朋友，在使用前也一定要先咨询专业的意见。最后，这一点真的是内行人才知道的关键，产地。就像我们喝红酒很讲究产地风土一样，玛卡的功效跟它生长的那个极端高海拔环境是分不开的。只有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土生土长的玛卡，才能累积到足够浓度的活性化合物。如果是在低海拔地区或者其他国家种的玛卡，那它的化学成分跟效果跟原产地的比起来，真的会差很多。所以总结来说，玛卡并不是一颗能瞬间改变一切的魔法药丸，它更像是一位有智慧的向导，提供你身体需要的工具和讯号，去唤醒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本来就有的追求平衡的本能。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和健康是来自于我们身体内部系统的和谐运作，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会去倾听自己身体的需求，然后给它正确的支持。